这次的中美第4轮高层对话还没正式开始，就已经让全球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西班牙马德里。你能明显感觉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感，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关键时刻的到来。美方的情绪更是显得有些焦虑，特朗普团队在舆论场上释放出一连串复杂的信号，有人说他们信心满满，有人说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忍不住暗示，如果谈不出结果，美国可能会另有行动。9月12日，在中国商务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美财长贝森特即将与中方代表在马德里会晤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商务部发言人非常干脆地确认了这一安排，并且强调这不是一方的单方面提议，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换句话说，这场谈判是两国都准备好、都需要的一次对话。根据安排，中方代表团将在9月14日至17日访问西班牙，期间会同美方代表展开多轮交流，话题直接锁定3大核心焦点：美国加征的24%关税是否撤销，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和高科技断供，以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TikTok 收购案。要知道，以往中美谈判的惯例是，开谈前都很低调，不会主动公开议题细节，最多就说一句双方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但这一次，中方显然不打算再含糊其辞，而是直接把底牌亮在桌面上。这样的主动姿态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中方对自己的立场非常有信心，不怕谈，也不怕摊牌。这次谈判的前情其实相当曲折，上一轮在瑞典举行的第3轮磋商，可以说几乎谈崩。彼时美方提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意味的要求：如果中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就要被加征额外关税，甚至要求中国立刻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贸问题，而是赤裸裸干涉中国的能源主权。面对这种要求，中方代表毫不犹豫地回敬了一句话：能源主权容不得你指手画脚。这句话一出，直接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贝森特的脸色僵得像石头一样，气氛瞬间凝固。最终，美方干脆拒绝签署本应达成的继续暂缓24%关税的联合声明，提前结束会议。可以说，那次几乎是谈崩了。为什么这24%的关税如此关键？故事得追溯到今年5月的第1轮谈判。当时中美达成了一个临时共识，把这部分关税暂缓执行90天，延长期限在8月11日到期。特朗普的算盘很精，拖到最后一刻，看看能不能压出更多利益。结果到最后一天，发现再谈也谈不出新条件，只好灰溜溜的签字，把这份暂缓再延长90天，也就是到今年11月10日左右到期。眼看期限逼近，特朗普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而这一次他的目标可不只是把关税问题再拖一拖，他还急着想让中国帮他解决一件救命的事。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胀高企，就业下滑，股市也开始剧烈震荡。特朗普若不拿出一些看得见的成果，很可能在党内和选民面前丢分。所以这场第4轮谈判对特朗普来说不仅仅是经贸问题，更是一场必须赢下的政治战。更有意思的是，这次谈判选址在马德里，而不是日内瓦或华盛顿这样的传统谈判地。西班牙既不是中美任何一方的主场，又相对中立，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冷静区。这种安排本身也表明，双方都想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氛围来谈，不想让外界解读成谁去谁的主场就代表谁更被动。从这些细节你就能感受到，这一次谈判的分量真的不轻。它不仅决定未来几个月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还可能影响到特朗普的选情和全球市场的预期。所有人都在等，看这场会谈是破局，还是再一次陷入僵局。第4轮谈判的最大看点之一，就是中方这次罕见的主动亮牌。以往中美谈判基本都是美方先通过媒体放风，让外界知道他们要谈什么，要施压哪些问题，而中方通常保持克制，只说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不透露细节。结果这一次，中方反其道而行之，在谈判前2天就主动把3大核心议题摊开讲。第一，美国能不能彻底撤销那24%的加征关税？第二，出口管制和高科技断供的问题。第三，就是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 TikTok 收购案。这样的主动，不仅是对美方的回应，更是一种宣示。这次谈判我们不是被动接招，而是有备而来。
中方的这种姿态很可能是出于2个考虑：其一，给国内外市场一个明确预期，让资本、企业和民众知道中方立场，稳定信心；其二，也是给美方施压，既然我们都公开了议题，那你就不能再临时加码，把谈判变成单方面勒索。可以说，这一步棋把谈判的主动权夺回了一部分。美方也不是没有动作，他们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人事调整，主持谈判的不再是大家熟悉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而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亲自上阵，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卢特尼克在过去几轮谈判里多次失利，尤其在瑞典谈判中，被中方几句话就对得哑口无言，回去后连联合声明都没签。长期下来，他在特朗普团队里的地位大不如前。这次换上贝森特，显然是想用财政部门的力量来牵头，既显示重视，也方便把谈判结果和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直接挂钩。别忘了，贝森特的行程安排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号，他谈完就要马不停蹄赶到伦敦，与正在英国访问的特朗普会合，第一时间把谈判结果亲自汇报给总统。这种紧迫感说明特朗普非常看重这次谈判的成果，甚至有可能在伦敦直接对外宣布一些结果，以展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选民营造一个我在掌控局面的形象。为什么美方这么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0月底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外界普遍预期中美2国领导人有可能借这个场合会晤。如果能在会晤前先把一些棘手的经贸问题谈出成果，双方的领导人见面就能有礼物可送，氛围也更好。否则如果等到峰会上再谈，风险太大，一旦谈崩，现场气氛会非常尴尬。所以这次谈判的时间被提前了1个多月，可以说完全是美方的紧迫需求推动的。从近期的经济数据看，美国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通胀没降下来，失业率却在上升，企业投资放缓，订单减少。如果不及时释放一个积极信号，市场信心可能会崩塌，美股也可能承受不住。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后果。从谈判策略看，中方选择在开局就摆明底线，其实也是一种高明的做法。它能让双方少一些试探，直奔主题，也让美方没那么多空间临时抛出新条件来拖延或施压。毕竟特朗普最喜欢的就是把谈判拖到最后一刻，看对手是不是会因为时间紧迫而让步。这次中方的主动表态，相当于告诉美方，别想着临时加戏，我们准备好了，谈就谈，不谈就散。而对美方来说，派财政部长出面谈，也说明他们已经不单把这看作贸易问题，而是把它上升到宏观经济和选举策略的层面。财政部门可以直接把谈判结果与减税、财政刺激等政策挂钩，方便特朗普在国内宣传我帮美国农民争取到了更大市场，我让美国企业有机会重返中国等等政治成果。这一回合的开局，双方都在释放信号，中方更强硬、更主动，美方更焦虑、更急迫。可以预见，这场谈判不会轻松，但至少比上一轮瑞典谈判时的剑拔弩张要更有机会谈出结果。至于结果会不会让双方满意，还要看接下来的博弈谁能坚持到最后。要理解为什么这次谈判美方显得格外迫切，就必须看看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过去几个月，美国经济几乎是坏消息接坏消息，让特朗普焦头烂额。8月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核心 CPI 也高达 3.1%。 虽然看起来不像2022年那种夸张的高通胀，但对美联储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水平，因为核心 CPI 排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波动，能更好地反映通胀的真实热度，而 3% 以上的数值意味着通胀并没有被真正压下来，这就让美联储陷入了两难。要是继续保持高利率压通胀，美国的企业投资会被压得更低，消费也可能疲软，经济可能硬着陆。但如果为了帮特朗普刺激经济，在下次议息会议上直接降息，比如一下子降50个基点，通胀可能立刻反弹，市场预期会乱套，美元汇率波动，资本外流，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的讲话就很小心，既不敢放松口风，也不敢把话说死，怕市场提前做出激烈反应。更糟糕的是，美国的就业市场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坚挺。8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只有 2.2 万，远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升到了 4.3%， 这是好几年没见过的新高。更让人担心的是，
前几个月的就业数据被全面下修，这意味着之前所谓的就业强劲可能被高估了。就业市场一旦走弱，消费者信心就会下滑，人们不敢花钱，零售和服务业都会受到冲击，而消费占美国 GDP 的70%，一旦消费不行，整个经济就会跟着走下坡路。这些压力直接传导到特朗普头上，毕竟他一直把经济繁荣、股市上涨当成自己的政绩，甚至当成连任的资本。如果经济指标接连恶化，他的政治对手会立刻抓住机会攻击他，搞砸了美国经济。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也不会放过他，他们要求继续对华强硬，甚至提出要重新加码关税，以显示美国不会退让。但问题是，如果真的继续加关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首先要承担更高成本，通胀只会更严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更麻烦的是，华尔街和美国的大企业也在给特朗普施压，像苹果、特斯拉这样的公司，他们的生产供应链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根本离不开中国。如果中美关系再恶化，供应链风险上升，企业股价就会受影响，投资人也会对特朗普失去信心。可以说，他一边要面对党内鹰派的政治压力，一边还要顾及商界和选民的真实利益，左右为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谈判就成了特朗普为数不多的可用选项。如果能在11月10日关税缓冲期结束之前达成一个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成果，他就可以对外宣称：看，我迫使中国做出了让步，我为美国农民争取了市场，我稳住了经济。哪怕成果不大，只要能安抚选民和市场情绪，也算是政治上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团队才会在这次谈判上格外投入，才会让财政部长亲自挂帅，甚至提前1个多月安排日程。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贸易谈判，更像是一场政治赌博。如果成功，他可以在选举前赢下一波声势；如果失败，那就是给对手送刀子。从这种角度看，这次马德里谈判不仅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是特朗普和国内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特朗普需要在对华强硬与国内经济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能软的让鹰派骂他投降，也不能硬的把经济压垮。这个平衡非常难拿捏，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你会发现最近特朗普的言论既强硬又暧昧，一方面强调要保护美国利益，另一方面又是放出想谈、愿意谈的信号。他既想通过强硬姿态提高谈判筹码，又不敢真的把局面推向全面对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现在的美国经济承受不了新的贸易冲突。说到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美方的诉求其实早就摆在桌面上了，而且相当明确。第一条就是老生常谈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希望中国多买美国货，特别是农产品和能源。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抱怨，美国农民种出来的大豆、玉米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价格跌得一塌糊涂，他必须替他们争取市场，不然中西部的票仓可能就丢了。数据显示，从1月到8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依然高企，没有明显改善，这让特朗普非常头疼。更糟的是，美国的大豆出口已经被南美抢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路透社报道，中国进口商已经预定了10月船期的74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巴西、阿根廷，占当月预计需求的 95%。11月还有100万吨的订单，也基本来自南美。美国农民本来指望9月是收获季，能大量出口中国，现在订单几乎一张都没有。美国大豆协会主席甚至公开表示，美国农民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如果中美谈判不能尽快解冻，他们可能要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所以，美方在谈判桌上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中国要恢复甚至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特朗普想把这当做一个可宣传的政绩，他可以对农民说，看，我帮你们打开了中国市场，你们今年的收成不用愁了。第二个重点是市场准入和出口管制问题。美方希望中国在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更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同时要求中方放宽限制，比如取消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简化审批流程。而且美方还要求中方配合放宽一些技术和数据的限制，比如让美国云计算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更容易在中国运营。但是问题来了，美国自己一边要求中国开放市场，
一边又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最近2年，美国不断扩大出口管制清单，限制先进芯片、光刻机、算力芯片对华出口，逼迫台积电、ASML 等公司切断供货。中方当然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开放市场，所以这次谈判的第2个议题就是要求美方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断供禁令，至少要给出一个稳定预期，不要今天解禁，明天再封锁。第3个焦点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TikTok 事件。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必须在9月17日前完成被迫出售，否则就要面临全面下架。特朗普团队想要的不只是股权控制权，还想要 TikTok 底层算法和核心技术，这几乎等于强行把一个中国企业的心脏挖出来交给美国人。对中方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面对这些要求，中方态度非常明确，可以谈，但要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谈。换句话说，不能只有中国做出让步，而美国什么都不改。尤其在关税和出口管制上，中方希望美方能拿出实质性举措，比如彻底取消那24%的加征关税，而不是一拖再拖，用作谈判筹码。更重要的是，中方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条件的技术合作。过去美方常常要求中国在技术引进时必须签署各种附加条款，比如强制审计、数据交给美方备份等等。这些要求在中国看来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所以中方在会前就把话说死，不能接受单边制裁，不能接受政治绑架，合作必须是互利共赢。这种态度其实也在给美国一个信号，如果你们想继续玩极限施压，中国可以奉陪，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必须回到规则和理性上来，别再想着用拖延和施压来换取额外筹码。这一轮谈判表面看是关税和农产品，实际上背后牵动的是两国在经济模式、产业链安全、技术主导权上的全面较量。美方想用谈判解决眼前的贸易逆差和国内压力，而中方更看重的是长期规则的稳定和公平。双方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决定这场博弈是缓和还是继续升级。如果说关税和大豆问题是现实的钱袋子争夺战，那么 TikTok 事件就是一场技术和话语权的较量，而且更敏感、更棘手。大家都知道 TikTok 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短视频应用，它背后有庞大的用户群和全球影响力。美国有数亿用户每天刷着 TikTok， 这让特朗普和美国政界越来越不安，因为这个平台不在他们掌控之下。特朗普团队早就盯上了 TikTok， 他们先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必须在美国本土完成所谓的安全整改，随后不断施压，要求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甚至要交出核心算法。注意，这不是买股权这么简单，而是要把整个技术内核交给美国人。这就像你辛辛苦苦造出了一辆赛车，对方不仅要你把车卖给他，还要你交出发动机的设计图，今后你造的车也得受他管。美方给出的最后期限是9月17日，巧得很，正好和这次马德里谈判时间重叠。很明显，美方是想把 TikTok 当作谈判筹码，看看能不能逼中国在最后时刻松口。但中方的态度非常坚决，商务部发言人直接表态，中国政府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高度重视数据隐私和安全，从未要求企业违法收集海外数据，也不会接受毫无依据的打压。言下之意很清楚， TikTok 没有违规，你们的指控纯属政治操作，中国不会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强买强卖。这也意味着在 TikTok 问题上，中方几乎没有妥协空间。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命运问题，更是中方能不能在全球科技博弈中站稳脚跟的问题。如果这次退让等于承认美国有权随时剥夺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和技术，那以后还会有更多中国互联网公司被逼迫出售，甚至干脆被赶出海外市场。这显然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局面。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不敢轻易拔掉 TikTok， 虽然他放狠话说要封禁，但真到了下架的那天，几千万美国年轻用户可能会集体不满，社交媒体上掀起骂声，甚至会影响选情。对于正在冲刺选举的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谨慎拿捏的筹码，用好了可以展示强硬，用错了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上， TikTok 问题几乎陷入僵局，美方坚持要拿到底层算法，中国坚决不同意，双方在核心要求上毫无交集。
谈判能做的也许只是争取一个过渡方案，比如延长最后期限，继续磋商，但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根本解决。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TikTok 是一个开端，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已经从芯片、5G 延伸到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未来还可能涉及更多中国企业。因为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平台，谁就掌握了用户、数据和舆论的主动权。对美国来说，不掌握 TikTok 就等于失去了一部分对年轻人话语空间的控制，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中方这次选择在会前就主动把 TikTok 问题摆到桌面上，而不是回避。目的很明确，告诉美方，这不是你单方面说了算的事，中国必须参与规则制定。如果未来有更多类似的平台争端，中方也希望建立一种可谈、可管控的机制，而不是一到敏感时刻就被动挨打。可以说 TikTok 争不只是一次商业谈判，而是一场未来数字主权的博弈。它让外界看清，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关税和贸易，而是全面延伸到技术标准、数据控制权和全球信息空间的竞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谈判的火药味比以往更浓。关税可以讨价还价，农产品可以多买点少买点，但算法和数据主权是底线问题，一旦退让就无法挽回。双方都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显得特别紧张。接下来要看的是马德里谈判能否给这场僵局带来哪怕一点突破，或者至少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一扇门。走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场中美谈判早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对话，而是一场涵盖贸易、科技、舆论、选举的大型博弈。关税问题、农产品订单、出口管制、TikTok， 这些只是表层的焦点，背后真正较量的是规则和未来走向的主导权。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次马德里谈判是一次主动出击。以往中方在谈判中往往更谨慎，先听美方的条件，再慢慢回应。而这一次，中方提前公布核心议题，相当于告诉世界，中国不怕谈，更不怕公开自己的底线。这样的姿态不仅给国内市场吃了定心丸，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不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而是有能力、有意愿主导对话节奏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有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过去几年，中国不断推动内需扩张，加快产业升级，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努力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这样一来，即便中美谈判出现波折，中国也有更多替代方案，可以通过多元化市场消化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方在关税和 TikTok 问题上敢于强硬，因为他清楚自己不是没有退路。反观美国，压力却越来越集中，特朗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交出成绩单，才能稳住市场和选票。如果谈判再拖下去，11月关税缓冲期一到，美方要么真的加征24%的关税，要么被迫单方面宣布延期。前者会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冲击，后者则会被国内鹰派解读为软弱。这就是特朗普的困境，不谈不行，谈成什么样才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又是另一道难题。因此，未来几个月，中美之间很可能还会有密集接触。就算马德里谈判无法一次解决所有问题，也可能达成一个阶段性成果，比如延长关税缓冲期，建立出口管制沟通机制，或者在 TikTok 问题上争取更多时间。这样的安排既能给市场一个积极信号，也能让双方留有回旋余地，为后续的领导人会晤铺路。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美之间的摩擦恐怕还会持续，因为这不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全球经济秩序的再分配。美国想维持它的主导地位，不希望中国在高科技、互联网、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上迎头赶上，而中国则希望在公平、平等的规则下发展，不接受被无理打压。这两种目标天然存在冲突，因此未来的竞争可能会越来越多元化，既有谈判桌上的博弈，也有供应链、资本流动、技术标准上的暗战。不过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都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两个引擎，如果能通过谈判找到新的平衡点，建立可持续的沟通机制，也许能避免全面冲突，让两国保持竞争又不至于脱钩。这对全球市场、跨国企业和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是好消息。
换句话说，马德里谈判不仅是解决眼前问题的机会，更可能是一次探索未来中美关系模式的尝试，是继续陷入你来我往的拉锯战，还是朝着更加稳定、规则化的方向发展，就看这次能不能找到共识。可以预见的是，谈判的结果不论好坏，都会成为接下来几个月国际舆论的焦点。市场会根据谈判进展调整预期，资本会提前做出反应，特朗普也会把它当作竞选话题大肆渲染。对于普通人来说，油价、股市、汇率，甚至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可能因为这场谈判发生变化。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马德里的闭门会议，它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未来几天，全球的目光都将聚焦在这场谈判上，看它是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美关系回到稳定轨道，还是成为新的摩擦源，引发更大的波澜。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谈判只是一个开始，中美之间的较量还远未结束。接下来，世界还会看到更多博弈，更多谈判，更多摩擦，而真正能笑到最后的，恐怕不是谁能压倒谁，而是谁能在这场漫长的较量中保持耐心，保持理性，并最终找到一条让竞争和合作共存的道路。